好像难得在日本买东西会后悔，那还是我自己不会用。然后你看这个头，它会自己变换方位，在吸地的时候还会回到原点。那这些小的家具间隙啊，脚就可以穿梭，它也可以贴平地板。那还有自动集成的功能，重点就是它是超轻的一台。那我个人觉得比较瘦小人来说，也可以轻松的把家里吸完。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来了。大家朋友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我们在日本买的电器了。那这次刚好呢也是 Panasonic 的啦，那这个完全是我自己去买的，我没有任何赞助，因为这台台湾机也没有出。那就真的啊，在日本现在很多新出的电器，我们可能有常去日本旅游，或者会看到广告就容易被打到。刚好真的想要买的，我都会尽量去挑那种台湾可能本身没有出，或者可能跟台湾的价差比较大一点的。今天这一款呢是在日本上市没有多久，好像是去年底左右上市。那我们就是在 IG 上面看到有一个日本的频道去分享，我觉得说哇，这样的吸尘器很特别，然后就马上下定。那下定完之后才开始去细读一些规格，然后就想说好像可能没有想象中的好。然后在实际用一阵子之后，觉得可能是最近唯一有一点点踩雷的电器，但也可能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好功课，规格可能它使用的情境就不符合我本来所需要的。那我们一样就先来介绍一下吧。那这台呢是 Panasonic 的直立吸尘器，那它的型号叫做 MCNS70F， 然后它是无线吸尘器。那你看它整台是这个灰色系的色调，那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因为不管是跟我们工作室色调的搭配，或者你其实平常家里只要你的装潢不是有太强烈的风格的话，其实摆这一台在那边，它不会太去破坏掉你装潢的风格，就是有点无印良品风。但上手之后会觉得它好像有一些塑胶的质感是比较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细腻，或它一些配件的这些结合点之间，但我觉得这一般人可能不太在意啦。那我觉得说它这样的设计啊，像很多这些铝封的手把，它其实重点也是为了减轻它的重量，因为这一台它最大的卖点就是轻巧嘛。那整个手把这个机身的重量约1100克，那它有另外一个算法，在日本广告上，他说它手持的手感约0.45公斤。那这边指的是你手在吸地的时候那种沉重感，那我也不太确定他们怎么算的。但重点是我使用起来一段时间，我真的觉得它非常的轻巧。那你要吸完比较大一点的空间也是非常轻松。那我相信任何体积、任何体型的人使用这台都不会有任何压力。拿下来后，你会看到它机身前侧有2个按钮，其中一个就是开机，那另外一个就是强效模式。在开启起自动模式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用刻意去开启强调模式啊，它会有一个侦测你现场状况，是很多灰尘情况它会自动去开启这个强力模式，但我不太确定说它的基准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可能前面有一堆头发在那边，但是它也没有自动去开启，所以你吸一半的时候它会一直在强力模式跟自动模式切换来切换去。另外一个当初很吸引我的地方呢，其实就在它前面这个吸头，特别的点就在它旁边这边好像有2个耳朵的东西，它是可以随着你家具，比如说你今天要去吸那个比较低的家具的脚啊，要经过椅子脚，或者是你橱柜之间可能有一些缝隙想去吸的时候，它这2个脚是可以在你吸过去的时候它就可以缩起来，所以它是双面的。你今天进去的时候它可能是这样，那你进去之后它可能打开，然后出来的时候可能碰到其中一边只有脚，它可以随意的2个方向去切换。那当初其实就是看到这一点啊，马上就下定，就是 IG 上面有人在吸家里的时候觉得说，哇，这样的设计也太棒了。其实平常很多吸尘器啊，大部分其实都是那种整个是这种平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要进到这些家具角啊或者底部的时候，你要很在意它的方位，要什么角度卡进去，什么角度出来。那有这样的吸头其实就不太需要管它，只要它的宽度在这个头以内，基本上都一定进得去，一定出得来。但这个点呢，听起来很美好，那实际使用起来呢，等一下再来分享。那另外它机身上有一个放置电池的地方，就是在前面这边，打开之后就看到它这边有一个可以让你自己换购的电池，非常的简单拆卸啊，所以你可能可以再多买1颗，觉得它电量不够，或者是以后电池老化，你也可以再加买。那1颗电池大约12000到13000日币，所以也不便宜。那在我们看它底部的地方，这边就是它的集尘盒所在的位置。然后打开你就会看到它集尘盒其实是超级迷你的尺寸。那看到这样的集尘盒尺寸，你应该大概就知道这一台它本身设计上就不是让你给很大的空间去使用。但其实除了集尘盒的尺寸之外，它还是有其他的限制，让你真的很难当成家里主力的吸尘器。但另外一个优点就是这集尘盒里面的配件都是可以让你水洗的。再来另外一个优点呢，就是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自动集尘站，可以让你收纳进去的时候随时进行充电和自动集成。这个基站整体的体积也非常小，不愧是顾虑到日本人的需求。空间上很多人住在城市里面都是比较小的空间嘛，所以你看整体基站做的非常窄，然后连底部跟上面的宽度都是一样，就是算好说你可能在什么橱柜之间把这台塞进去，不会太占空间。那集成方式就是你一吸上去，那我下面有插电了，可你吸上去它就会自动集成，它也没有任何开启或关闭的这个功能，反正就是你今天只是要拿下来看一下再放上去，它也会启动这个自动集成的机制。声音是还蛮大，它会有分2段，但是速度也蛮快的。
另外呢，它里面有送一个这个小的配件，那这个就是一个小吸头可以让你去换，因为其实它整个机身的这个还蛮长的，那算拿下来之后，长手把是可以拆掉，里面还是有个按钮可以让你去开启，但是即使只算这一段，用这个小吸头整个感觉起来人体工学它的平衡感还是有点怪怪的，没有什么在用这个，我就把它收纳在这个基站里面。那这不是官方建议的收纳法，不要学我。好，那我们现在再来分享一下我实际使用上的感受。那说真的，我一开始做的功课也不够，毕竟这台也算新啊，台湾也没看到什么人分享，资讯也不太多。那本来买来想说，我家里可以当成我主力的吸尘器使用，但上手之后觉得，可能还是不太行。那首先它那个吸头设计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在狭小空间啊，走到上都非常方便。但是呢，它整体的吸力其实还是算偏弱，像有些地方，比如说我们先前用一些正常尺寸的吸尘器啊，就是地上看到有些头发在角落，你几乎都是撸一遍过去就吸上来。这一台常常头发我要来回撸个几次，或者是甚至会需要开启强力模式，它才吸得进去。那我这边讲这种比较长、比较粗的头发，那种男生短头发应该还没有什么问题。那另外呢，它两个耳朵的地方啊，它其实它也只是接到同样的地方去把它吸起来，所以它没有特别的抓的东西，可以真的去把一些灰尘把它刮起来，所以它也是完全依赖它的吸力，就在这个部分过去的时候，所以会变成说旁边耳朵的地方吸力其实也不强哦，所以你不能完全依赖，好像说只要它这边可以碰到的地方，灰尘就一定吸得起来，其实是办不太到。那再来另一点呢，就是它的续航力。这个续航力，当然我们看到里面的电池的时候就大概知道了。那整体就是要以轻巧为出发点了，但是它在强效模式的时候，它续航力只有6分钟；那在自动模式的时候，它就大约10到15分钟。那但整体以轻巧为主轴啦，不管是里面的集成盒、电池，它的马达都是比较偏小偏弱的。我刚刚讲的这个短的续航力，如果你今天吸力非常足够的话，你6分钟可以很快的吸完一个地方很干净的话，那我觉得或许还可以撑一下，有办法去讲。但是本身它吸力就已经不强了，所以变成以前吸尘器你习惯可以吸起来的地方，你要来回吸了很多次，那整个时间就会再拉得更长。所以你家里空间稍微大一点的话，我会觉得这台真的是有点不太够用。那还有非常多在沙发下面的一些灰尘啦，有时候比较难吸起来。这台吸尘器其实在沙发下面来回撸了几遍，还是看到有蛮多灰尘在下面。其实这些劣势上来讲，就是和它产品的定位有关。那我在想，它可能就是追求轻巧，同时 Panasonic 他们在吸尘器上面其实也有非常多不同的产品线定位，它有更大台的，有更大的基站、更大的电池、更大的集成盒。当然这些就是在购买前要研究一下清楚后，看到哪一些是符合你的需求。那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价格，其实价格是一个算比较主要的原因，让我觉得说好像这一台有一点点小踩到雷。它日币定价约54000，台币大约11000到12000之间，那还有一些税跟运费。我自己先前对吸尘器的研究不能算太多，所以我会好像感觉10000多块应该要买到更好用或吸力更强的吸尘器，但是考量到它整体这个特殊设计啊，不一样的吸头，还有整个轻巧感，同时间呢，我发现市面上在这种价位的吸尘器有自动集成的基本上看不到，等于说它在这个同样的等级、同样的价位之间，没有什么同质性的对手可以比较。那这样讲起来，你要说它贵，也是因为市场上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可能就是大家购买前自己要先理解自己的需求啊，也理解产品的定位是什么。但是对这种市场上台湾也没有推出的产品，就真的很难，也不是像说有百货公司可以去了解去看。那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想拍这支影片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相信也有其他人看到这样的吸尘器会有点兴趣。最后建议呢，如果你是想把它当成家里主力的吸尘器，那你家里像我一样拥有毛小孩啊，什么空间可能稍微多一点可能很多人一起共用的一个家庭的空间的话，我会觉得它其实有点不太够用。那你可能就要去买到它比较更高级距的产品。但你如果说家里有扫地机器人一起共用的话，我会觉得这种吸尘器就是比较轻巧。有时候你只是要定点去做一个打扫的话，那其实它还是有它的用途。可能突然打翻什么或者可能突然有一坨灰尘在什么地方看到狗毛，你可以很快的抓一台吸尘器，快速的去把它清洁，然后放回基站，它又可以自动集成。或是针对一些扫地机器人可能到不了这些角落，你就可以用这台，用它这个比较缩小的空间直接进去做清扫。所以如果这些是你考量的需求的话，或许可以考虑看看这台吸尘器。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这台吸尘器到这边。那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或想讨论的，也欢迎在下面留言。那我们可能还是会常常会买一些日本的电器回来，因为是我们自己本身很有兴趣的这些产品。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我们下次影片见，拜。